大家好。你选择自己静音了啊？没事，你不用管，你不用管，你确实你要静音的啊。这样声音对吗？你说一句话。听得见吗？哦，这样声音就没问题了。你刚才那个设备没有静音，它两个设备就会出问题。哦。好，那我们开始吧。20分钟才调整。好，很正常。好，今天我们就是分享一下，这个足踝手法的一些基础入门。上午讲一下理论，还有我们为什么要学足踝手法。今天是范大夫和朱大夫过来听，他们两个人之前都已经学过，这次是复训。你们之前学过，而且也在临床当中有在用，有什么感觉或者想法想说吗？其实综合来讲，我觉得这个足踝手法临床应用还是很有帮助的。然后普遍就是病人的反馈都是，就是说没有做过类似的治疗，然后现场的反馈都很不错，就是治疗还是比较好的。你都主要用于什么疾病呢？一般解决这个下肢的问题比较多，然后这个尤其是像一些这个慢性的损伤啊，像我们调这个骨盆、膝关节，然后足踝，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技术呢，本身它的适用范围是非常广的。你也可以结合我们的理念，是可以治疗非常多的疾病，解决很多问题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而且我觉得基本是属于没有被开发的市场。那我们就简单开始介绍一下，因为上周我们跟一涵也做连线，也是在讲这个，建议他改行入门。从足踝入手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入门的切入角度，技术也比较容易上手，市场需求非常大，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在这之前，我们先感谢一下佳美药房的支持。他们家的药房呢是大温地区免费送处方药，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你如果有保险的话，他也会帮你处理这些保险方面的问题。我也是家里面有一些处方药的时候会用这个佳美药房的服务，他们服务是确实非常好，很方便，也是响应大老王的这个建议嘛，就是我们华人自己做的比较优秀的这些生意，大力推广，希望大家都能受益。幻灯片不太会用。好，因为这个朱大夫他们两个看不到这个幻灯片，你们要是想看的话，可以拿手机看一下直播，然后看看效果。我们第一幅图片呢，就是拿我的手机看可以，就不要开声音了，这个就行。看这张图呢，我们去年讲课的时候，上次讲课的时候都有给大家看过，就是不同脚的类型。我们今天呢，主要是针对网络的这个观众，所以很多人是没有医学基础的，大家也不用细究这不同的脚的类型的区别。但是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自己的脚是哪种类型的，你身边的家人的脚是哪种类型的。不同脚的类型适应的脚那个鞋垫、鞋型，还有你的运动模式都会不太一样。你擅长哪些运动，其实你的脚型就已经决定了。你硬要去做自己不擅长的这种运动，可能就是花了很多的努力，最后效果还不是很好。大家有一些这种
足踝啊，还有身体结构相关的这些知识之后，你再去做适合自己的运动，适合自己的活动，找到合适的鞋，就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反过来就是为了追求美观去选择一些很流行、很时髦的鞋，或者说很流行的运动，那可能你的问题就会出现的非常的多。为什么要做这个足踝这块的培训呢？就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蓝海市场。尤其是我们从加拿大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公立医院都是免费的嘛，它是有基本的医疗服务，你不用需要花钱，但是它只是负责一个基础医疗，就是我们之前跟医涵连线的时候说的这种必要性医疗。那么改善型呢，就是补充替代医疗，包括注册按摩师啊、物理治疗、chiropractor、orthopac，还有我们中医，其实是要在这种改善大家的身体状况，让大家的身体状况能够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可以让你的心情更好，可以让你的生活质量提高。足踝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如果足踝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你的行走活动都会受限，你去玩也玩不痛快。就说小的，你去逛街都逛不舒服，逛一会儿就累了，怎么可能有好心情呢？那你想要从事运动，不管是滑雪，还是跑步，还是各种球类的运动啊，羽毛球也好，足球也好，它都是需要你的脚能够灵活稳定，能够进行各种各样的移动才行的。如果你的脚踝出了问题，那可能你的技术发挥不了，你的娱乐性也会大打折扣的。但是同时呢，市场上这块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空白。我们一会儿可以分析一下，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这种足疗保健按摩的店，有的有一些专业的资质，有的没有专业资质，也有专门的足科专科的医生，但是他们很多问题是不解决的。专科的医生他可能会解决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已经变形到很难改善、很难改变的这种状态，他才会去处理，可能也是选择一些手术啊，尽量保全一些基本功能的这种方式。而大量的人其实是处于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基本上我观察，可以说100%的人都是有一些足踝方面结构或功能上的障碍或问题。但是保健这块呢，没有人专门去做，或者说做的人非常少。我们学了这个技术之后，就可以针对这一块非常大的市场去做，而且这个客户群是非常稳定的。比如说一个人他很热爱跑步，跑步已经成为他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了。如果他脚受伤之后，他不能跑步了，他的整个生活都会打乱，他的身体状况、他的心理状况都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影响非常大。如果你这个时候能够给他提供服务，让他可以继续，沿着他之前习惯的这种生活方式，还可以每天跑步，那对他的生活质量、对他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他就愿意对这个付费，而且你基本上是没有竞争对手。同样的，比如说是一个小朋友，他学习击剑也好，他学习花样滑冰也好，都是非常容易足踝这里受伤的。这个时候呢，教练可能就是说，你如果还能训练，你就要忍受这个疼痛，这是体育训练、体育竞技当中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从我们的角度，实际上你可以把它的结构调好，让它可以承受这种连续不断、高强度的训练、高强度的比赛，而且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出它的最佳的状态。那么，下一块呢，就是说，之前讲的这个转行健康行业一个低试错的一个方案，就是我们做足踝，因为目前市场上大多数的处于空白的状态，你没必要说我为了治疗这块儿，我去考一个足踝专科医生，那你就是有点大材小用了。反而是如果我之前是做金融行业，之前是做 IT 行业，之前做其他跟健康没关系的行业，那我现在想要改行去试一下，呃，就完全可以上我们的一个培训班儿，或者你自学一些相关的知识和技术，你针对去做，你也不用说我要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就聚焦一个点，比如我就是一个跑步的爱好者，
那我身边全是跑步的爱好者，他们都会有足踝方面的问题，那我就先把我身边的人，把我自己的足踝的问题解决掉。那我想你的就是已经算是进入到这个门槛了，这个是不需要太多试错成本的，而且你很容易就能积累经验，因为单一的技术、单一的位置，你就是再笨的人，你去认真去学、认真去重复，很快就能把这个技术掌握。这点就是范大夫和朱大夫他们学过之后，其实都是非常受益的，而且也得到市场的认可、患者的认可。好多人认为就是说，我去做按摩呀，去做正骨，会不会对身体要求非常高？我身体比较瘦弱呀，力量不够啊，或者说这会不会很累呀？我手会不会变形啊？总是会有这种疑问。但实际上我们就是要解释一下，大家看我的双手，就是工作了20多年从事这个行业，基本上没有变形的，而且连茧子都没有，就是因为你的基本功够扎实，你使用的方法科学，然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这是很多人他没有接触这个行业之前，然后他接触的是这种非专业的，比如说一些足疗保健人员，或者说是保健按摩人员，他是没有一个正规的专业训练，所以他基本功有问题，他就用一些错误的方式去做，就导致了自己反而很受伤。我看一些数据，包括加拿大，某些专业领域这种手操作的这种健康行业的专业人士，他有牌照，正规学校毕业，但是很多人相当高的比例，可能工作1年或2年，就是因为手受伤、用力不当，或者其他地方受伤，造成一些职业病，不得不放弃这个职业，转行做其他的行业，这个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下午培训的时候也会非常重视这点，教大家正确的发力，正确的用力，一定是要遵循物理原则，就是按我们这个艾爵爷的这些力学定律，经典力学定律，你要非常清楚你在做什么，你怎么去做，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避免自己的损伤，避免患者的损伤。你像中国传统的正骨行业里面，不管是北方的这个罗氏正骨罗有明，还是南方正骨这种龙氏正骨龙层花2个代表人物，实际上都是非常瘦小的女性，她并不是那种很高大的、很强壮的人。这种是一个很多的误会，好多是看网上视频，有些视频它可能有一些更抓眼球，但是实际上我们传统的中医正骨都是很巧的劲儿，不会用这种蛮力的，都是要靠脑子，你要弄清楚它的身体结构，然后顺应生理的结构去操作，不需要那么大的力。你如果力不对，反而会受伤，不仅是患者受伤，你自己也会受伤。也不是力量越大越好，很多这种从事足疗保健行业的人，就是盲目相信这种大力出奇迹啊，弄得操作过程这个患者也很疼，实际上他自己的手也很疼，这样就是整个过程就非常不舒服，而且效果还不好，是得不偿失的。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改善一下这个行业的现状，能够从我们做起，大家操作规范，然后患者也能得到受益，同时你过程不会痛苦。这就是说你如果从事这一行业的话，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参考我们讲的这些理念，参考我们用的方法，你可以提高你的专业技术，让你的附加价值变高。如果你只是做一个普通的保健按摩足疗的话，你的收费不会太高的。但如果你是能够解决一下刚才我们说的你的专业运动领域，或者说一些老年性的足踝问题，或者说是一些专业运动员的这种运动需求，你能满足这个需求的话，你的价值一定是比你做普通的保健足疗的价值要高的，而且你得到患者的尊重，他也离不开你，然后你也可以实现你的个人的价值。所以我们在大力推广这个足踝的手法和治疗理念，希望大家的认可。还是很值得憧憬的未来。我们就先简单讲一讲这个市场上常见的一些相关的同行吧。就是我们不是说
针对谁啊？那就是这个断水流大师兄说的吧，就是在座的都是垃圾。就是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领域，然后手和脚都是大家日常生活中用的最多的，所以受伤也是最多的地方，出问题最多的地方。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忽略了，忽略有2个原因，一个是自己不认为这个问题足够严重，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你在市场上找不到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所以不得不拖。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看到脚受伤了，去各处求医，很专业的医院，最后诊断不清楚，治疗的稀里糊涂，拖了几年，3年、4年、5年、6年、10年，没有得到解决，越来越严重。我去年分享过一个案例，就是那个小女孩从小练芭蕾，跳得非常好，很专业，很有希望能达到职业级别的，但是就是去爬山的时候不小心扭伤的非常严重。然后妈妈很着急啊，就担心说，哎呀，这个以后不要影响跳舞啊，然后担心这温哥华这边加拿大的医疗系统太慢，一个飞机直接回杭州，杭州当地最有名的看骨科的医院，核磁、CT、X 片都照了，照完以后医生就是纯粹满口胡言跟他说，我就是复述一下他跟我说的话啊，这可能不是原话，但是我觉得这个医生给这个患者和家长这种语言的印象非常不好，简直就是毁了这个小女孩的职业生涯。这个医生跟他说：“啊，你这个骨折没有骨折，但是骨头碎成很多块了。”就是这个本身这种说法就是矛盾的。同时呢，那家长说：“那这种情况怎么治疗呢？”没有办法治疗，就回去慢慢养。结果这个家长还是很信服这个专业领域的医生的建议的，真的没有治疗，真的就回家养。结果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月，越来越严重，正常的日常行走都走不了。那你说怎么跳舞？然后过了大概半年，他的疼痛才稍微缓解一点，但是跳舞是肯定跳不了的，所以就只能放弃跳舞这个专业了。然后现在之前找我之前也是日常行走剧烈一点的运动都做不了，几年的时间，正好是青春期最关键的发育时期，你这个时候是很影响很耽误这个人的，真的我可以说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的话，真的是会影响他一辈子。我是见过这种案例的。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一位老阿姨吧，她应该已经是将近70岁了。我看到她的时候，我就非常惊讶，她的脚变形的非常扭曲，鞋要专门定制才能穿上。整个脚我说您这个是以前缠过足吗？但是一看年龄又不对，她说我这不是缠过足，我是这个新中国出生长大的，我怎么会缠足呢？我是在北京上中学的时候打篮球，脚扭了一下，就是一下，当时骨折了。骨折了之后，因为可能是文革期间吧，就是没有得到专业的处理，就一直是畸形愈合的。畸形愈合之后，过了大概几年才有机会做了一个手术。结果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他说还只是疼，没那么严重。做了这个手术之后，脚就完全受不了力了，就是一点都不能着地，然后整个脚就开始慢慢变形，最后整个脚扭曲的就是大脚趾这儿已经是翻到这个脚背这个位置了，只有小脚趾这一点点地方可以接触地面，所以那你想对他的这个身体影响是非常大的。他说从那之后他走路都不能出远门，那他的一生的这个工作都受影响的。他说在家做家务做不了，就非常痛苦。但即使是这么严重的案例，我们通过这种系统规范的治疗，很有耐心的一点点把他的关节松开，一点点的调整，最终他也是得到改善了。我们看到这个网上有3位在看的，有一个是我的手机，你看看那个聊天室能不能留言。
就是上次有这种观众反映说，我们这个系统设置的问题好像是不能在聊天室里面留言。如果能行的话，大家有问题可以在聊天室里面留言，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如果不行的话，我还要再去找人问一下怎么留言。我这里能看到聊天室的信息，哦，应该是就是有问题不大。人发的话，应该能看得见。对，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你们能看到吗？它不会特意显示，就是这个实时聊天啊，就像我刚才发出去的那个，我都已经看不着了。啊，是完全看不到是吗？哦，看到了，现在能看到了。能看到哈。嗯，可能有一定延迟，但反正能发就行。上次有人说是这功能完全用不了，找不到打字的地方都。我以为是我这个设置的问题。哦，如果有想要留言的话，就可以选用这个实时聊天，在里面打字。对对，应该是可以的。我这里能够看到，也能看到你发的话。啊，可以。嗯。好，那我们就继续了，就是讲这两个，就是我经历过的案例，当然都是相对比较极端的了，但是也有大量的很多就是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大家判断脚扭伤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如果是很简单的软组织损伤，结构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它通常是可以在2周之内自愈的。就是你可能不需要特殊的处理，不需要吃药，不需要怎么治疗，2周之内它自己就能好，那就说明伤的只是可能很浅表的，或者说没有那么大的严重，软组织或者结构的损伤。那如果2周还没有好，或者一点好的迹象都没有，或者说2周它还在一天天加重，那一定是里面出现这种结构的损伤了。当然我们要排除骨折啊，如果是骨折的话，大家还是要及时就医的。因为这边政策的限制，我们现在门诊也不太接骨折的病人，有骨折的病人也是建议他去急诊或者专科去看。在国内的话，其实都是直接处理的。如果不是骨折，但是又出现这种越来越严重，或者2周都没有好转的，那就说明它的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了，一定要及时处理。如果不处理的话，这个是很难自愈的，你等时间再长也不会自愈，它只会出现代偿。你的结构出现问题之后，它通过膝盖、通过腰、通过身体的其他地方去代偿。昨天就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一个14岁的一直练花样滑冰的小女孩，身体非常好啊，就是一看就很青春、很有力量的这种。但是她说脚就反复扭伤，因为花样滑冰我们知道它总是要往一个方向旋转的，所以她一只脚就非常容易损伤。这个时候呢，他就跟我说是，哎，脚不能屈了，一屈就疼了，非常厉害。怎么伤的，怎么扭的不知道，但是就是不能正常训练了。然后我们就去调整它的结构，调整完结构之后呢，发现哎说不疼了，但是还是不能屈。这个时候我们就提示，不是说它一次损伤造成的，一定是一个长期的慢性损伤，甚至有可能说有这种更严重的问题。最后呢，我们就是除了脚踝，一定是整体考虑，要考虑他的腰的问题，考虑他脊柱、胸椎整个重心的问题。最后就是给他做了一个提报，把他的重心往后往上调整一下，这样他的这个脚踝屈的功能就不受限了，而且也没有疼痛的。应该治疗完就去正常训练了。那我们就先讲一讲大家最常见到的这种足部保健按摩。这个行业呢是非常可惜的，就本身我们中医传统的按摩手法，还有这种正骨手法，对足部是认识非常多的。大家可以看到脚上的穴位很多，它都是有各自的功能，而且能够治疗很多疾病的。也赶上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好时间，这个时代也是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就开始追求我的生活质量的保证。你如果说饭都吃不饱的时候，脚疼就疼吧，那走不了就走不了吧，那没办法。那你现在你不愁吃不愁穿，那肯定是想出去玩，肯定是想做运动，想让生活质量更提高一点，那就有这种
足部保健按摩的需求。这个时候呢，又碰上90年代国企职工下岗，所以中国的有关部门呢，他就是提出一个想法，他说：“哎，我把这些下岗职工经过培训之后，推向这个足疗保健行业，这样这个市场需求也有，然后我们又能提供人员，又解决就业问题，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创举。但不好的地方就是太操之过急了。”就是你没有系统把这个方案研究好，就推出这个方案，很多就是擦这个政策的边，他就培训1周，培训10天就上岗了。那最后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做足疗保健就是这种大力摁压，做的自己也很吃力，手都做变形了，很痛苦，一天下来手都发抖，然后病人吱哇乱叫，疼的受不了。好多做完以后走不了路了，甚至受伤的，这个就是行业乱象，本身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业，结果因为种种因素，最后就变成现在这样，而且你整个行业这个价格都上不去。这么好的产业，我们又有相应的技术，然后也有市场需求，其实是完全可以把它升级换代，做得更好的。现在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希望大家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认真研究一下，不管是投资也好，还是我要从事这一行业也好，你和你身边的人都是能受益，而且可以赚到钱，可以过上很好的生活。不要把现有市场上的工作人员行业当做标准，你是可以把他们做得更好的。就是郭德纲说的，不是我们很优秀，都是同行衬托的。那你进入到一个同行普遍水平都相对低的，又是一个蓝海市场，社会需求又非常大，你能够提供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又非常是空白，那我觉得是可以做得非常好的。可能作为新移民来说，或者说你之前从事的行业不喜欢的人来说，比你去改行去做洗牙的这个师啊，还有这种水管工啊，还有这种电工啊，可能难度系数都要小很多，挣的钱并不比他们少，时间还自由。我们这边也有案例的，之前关老师做培训的时候，就是有一位东欧的这种新移民吧，也是一位大姐，她语言也不好，因为东欧的嘛，英语也不好，然后也没有人脉，是在关老师诊所做保洁的，单亲带一个女儿，很辛苦。看到关老师做这个技术以后，就认真向他请教，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自己在家里面做，收入非常好啊，就很顺利的自己买房，然后把女儿供大，然后就过得很好啊。你不需要掌握那么多技术，不需要考那么多牌照，你能够解决问题，就能得到市场认可，你就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你自我的价值也能得到体现。这是足部保健按摩，我们讲一下简单的历史啊。其实足部保健按摩，尤其是足底反射疗法，这种理念和技术呢，大概是在80年代中末期的时候传入到中国大陆地区的，可能传入到台湾和香港地区会更早一些。但是它的历史其实不是很长，跟中医其实有很大的渊源，但是主要是在法国。形成、发展并且壮大的，它是有相当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本身这个疗法是没问题，但是现在很多我们在市场上见到的这种做足部反射区疗法的从业人员和机构，很多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噱头，只是一个说法。实际上，跟法国的这种官方的理论差距很大。大家普遍的感觉就是做的时候很疼，会有放松的感觉做完了，但是就是只是保健的程度，能用足部反射区治病的人是非常少的，但是确实也有。80年代中末期的时候，北京陶然亭医院，这是一个西医院啊，它是规模很小，应该是一个社区，就专门成立了足部反射区疗法这种科室，是一个门诊部，医生就是专门研究
这个足部反射区疗法，专门去法国进修学的，在北京反响当时非常好，疗效很好，很受老百姓欢迎。因为我们刚才分析了，这个市场需求是非常大的，但是又是一个空白，能够正规提供这种专业服务的人非常少，在当时就是上报啊、上电视，就是影响非常大，整天这个看到陶然亭医院这个足疗科里面都是排满了人，因为大家确实有这个需求，而且当时他们收费并不贵，结果又树大招风，你干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大概就是几年的时间，就有人就举报了，举报说你们这个足部反射区疗法没有得到这个国家认证，你这不是一个正规的医疗，你不能在医院开，所以这个科室就没了。没了，这些医生呢就流入到民间，还有的人就自己开业了，或者有的就去做这个足疗保健按摩这些了，就很可惜。其实是这个，我觉得应该卫计委应该把这个专业，你成立一个足科的这种保健，或者说我们叫做保守治疗的一个科室。你不能说脚有问题了全都去做手术，完全可以，就是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保守治疗，通过我们手法、针灸或者其他的方法，都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处理，可以改善很多问题。从社会成本，从这种保险的角度，也是对社会也是一种巨大的节约。对个人来说，专业技术能够体现，患者的问题能够解决，何乐而不为呢？足部保健这个按摩我们就不说太多了，简单讲一下。因为刚才这个调麦克风花了半个小时，今天上午我们可能就讲的时间短一点，把重点放到下面的这个实际操作吧。我们还要重点讲一下，就是生物力学矫正鞋垫这一块，或者叫定制鞋垫。这个在社交媒体上也好，在很多大家看到的广告上也好，是非常火的。甚至就是我基本上隔三差五就能在微信群里面就有人在问，哎，我到哪儿去可以订到这个定制鞋垫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商业化太过了之后，他就把一个理念就过度夸大了。实际上，生物力学矫正鞋垫是非常大的争议的，尤其是在专业领域。尤其我们去研究这个足踝相关的问题，研究它这个市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生物力学矫正鞋垫这个专业这个行业就完全是商业推动的一个东西，并不是学术推动的，就是因为它有这种我们刚才说的巨大的市场需求，同时又面临一个应对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技术空白，所以应运而生的。但是它从根上就出问题了。刚才还记得我们第一幅图片5种脚型嘛，就是大家每个人的脚型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去看这些定制鞋垫，很多它都是同一个脚型，这就是非常不科学的。所以你别看它又叫生物，又叫力学，又跟你说能矫正，说的好像很科学的样子。但是我们如果认真去分析它的话，就是没有一条是符合科学的原理的。你如果讲生物力学，那你的生物力学的根据是什么？它的依据其实非常薄弱，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你这个鞋垫说能解决这个问题，能解决那个问题，那你依据是什么？你的大规模的实验在哪？你这么推出商业化、大规模的去做，不符合科学原理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型的社会行为艺术。确实是，就跟我们那个也经常能听到的那个人工力学座椅一样的。人工力学就没有这个专业，人体工学就是一个虚构的商业概念。你去大学去查不到这个专业的。人体和工学都是2门专业的领域，但是没有结合在一起，结合起来很难。它的最大的4个争议就是我写在这个 PPT 上面的，就是有效性和机制。你有效到底是因为什么有效的？你说不清楚，为什么你这个鞋垫有效？
为什么其他的鞋垫没效，或者说你为什么认为其他的传统鞋垫有问题？你这个说不清楚。第二个就是它号称能矫正，但是我没有看到一例能矫正的。就是你说你是母外翻也好，是低足弓也好，扁平足、高足弓也好，戴的这个鞋垫，它只是戴上以后舒服，只是舒服，功能并没有改善。你戴多长时间，它高足弓还是高足弓，扁平足还是扁平足，母外翻还是母外翻，你并没有得到一个矫正，所以你凭什么叫矫正鞋垫？这是没有道理的。第三个就是成本和可及性。你现在这种商业推广之后，你成本太高了，远超正常人的这种消费能力，没有道理的。你那个成本多少钱，大家心里心知肚明嘛，那就是一个普通鞋垫。之前我们上课的时候，就包括上周的时候，在这里那个大姐她说：“哎，我跑铁人3项，我跑马拉松，但我现在脚后跟疼，我这是足底筋膜炎。”我说：“你这不是足底筋膜炎，你这个是穿鞋穿的不对。”她说：“不可能，我家里面一鞋柜的鞋全是最高级的、最贵的鞋。”我就跟她说：“我不是卖鞋的。”对吧？你鞋再贵，不适合你就是不适合你。我们就做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下午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演示一下这个实验，就是你怎么通过物理实验去检测一下这双鞋到底适合你还是不适合你。你不要光看广告，你得看疗效啊。那光看广告全都是高大上的，高科技啊，怎么是个新鲜材料，这种怎么花多少钱设计的啊？什么 NBA 明星也在用。你真看看 NBA 比赛，人家那个球星的鞋都是专门定制的，没有一款是商品化的。而且他穿上那个鞋以后，其实是影响他打球的。我们都能看到那个鞋打完球都扭的都不行了。我觉得他不穿那个鞋，他可能打得更好。这个就是很搞笑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生物力学矫正鞋垫这个是很不值的。反正我们给那大姐做完这个实验以后，我不会告诉她结论的，你自己感觉，你自己觉得。她说：“哎，我确实是怎么戴上这个鞋垫以后，好像站的没有光着脚稳的，我怎么晃来晃去的，对吧？你呼吸为什么受限了呢？你原来你可以正常呼吸的，你戴上这鞋垫以后，你反而憋气了，卡在这儿了。”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一个整体观念的问题。好多，你这个光看脚局部的问题，然后你说，哎，我给他弄一个贴合这个脚的鞋垫，或者说我怎么纠正他脚的问题、局部问题的一个鞋垫，那你没想一想，他脚会变形，他脚会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要解决他身体上其他部位的问题。然后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他身体其他部位的问题怎么办呢？他的根源没解决啊。还有就是会发现一个很搞笑的迹象，就是你说出来都哭笑不得的，就是你说的你这个高大上生物力学矫正鞋垫怎么那么好那么贵，然后你要解决一些问题，最后人家发现淘宝上买20块钱普通鞋垫，跟你这个外形差不多，一样解决问题，一样穿着舒服。我这儿有个白人老大爷，他那个脚也变形，就因为类风湿关节炎，脚变形的很厉害，不能行走了。然后专门找专科的医生去定做鞋垫，非常贵，几千加币。做完以后，我说：“那你这不鞋垫做完了，怎么还来找我？”他说：“鞋垫就管了1个月。”哎呦，他说刚戴上以后觉得特别舒服，拐杖都扔了，健步如飞，非常好。然后穿了1个礼拜，觉得好像拐杖还是拿回来吧。穿了1个月以后不行，穿上鞋垫也疼。对啊，我说你拿出来看看呀，那个鞋垫都已经变形了，穿1个月就变形了。那你这1个月几千加币，就为了舒服这么1-2周，你这个成本太高了吧？我说你不如坐个轮椅呢，你不用它不就不疼了吗？真的好像这是。就是毫无道理的东西。哎呀，就是说，这就变成一种依赖性，这个就非常可怕。我们去解决问题，你是希望能够脱离依赖，你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而不是说，哎，你穿上鞋垫解决问题了，但是鞋垫一老化一变形，你要做新的鞋垫，你离了这个鞋垫，你走路都走不了了。
那我们说难听一点，你这个不就是跟毒品一样了吗？那你这不是正常的商业开发的东西，这个是害人的东西吗？对，那我们还是希望我们通过正常的理念、好的技术，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治疗的目的是为了你不用治疗，你想花样滑冰，你想跳舞，你想跑步，然后出了问题，我们给你治疗完以后，你可以去花样滑冰，可以跳舞，可以去跑步，不是说离不了我们。好多人都会问说，哎，我这个治疗完以后是不是要长期在你那治？我说不需要的，你治好了就不需要，你没治好的当然需要，但是治好是需要一个身体恢复的，因为人体是非常复杂，生物力学就是一个特别假的名词，就是其实没有人在这上面做太多研究，因为太复杂了。人体本身是一个粘弹性体，它是有记忆的，你的软组织也好，你的骨骼也好，它都是随时在变形的。所以我们一定是要按照关老师说的一种动态的观念，去从结构出发，你才能够真正把问题解决。这是鞋垫这个，我们简单讲这么多，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说的，但是你也没办法，这个商业宣传太厉害了，你跟他说一两句，听不懂就听不懂吧，他已经被洗脑了，你让他这个吃亏就好了，就是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才能教得会。你鞋垫上花的钱够多以后，你就知道，啊，你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你要是我们收费这么低，把问题解决了，那他脑子不正常才会选择鞋垫。我们就是要讲一下足踝的这个结构和功能。大家这个图，我们之前的讲课的时候，是每一幅图都花了很长时间来讲解。因为要针对一些具体的情况，还有手法操作的时候讲。那今天的话，对网上的观众可能就有点太复杂了，对你们两位可能就有点太简单了。我们就是大概说一下，就是从骨骼结构还是从经络的结构，脚这个位置、足踝包括小腿的部分，其实都是非常复杂，而且对全身的影响非常大的。然后脚踝的功能呢也是非常复杂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各个角度其实是非常灵活的，理论上和我们的手是一样灵活的。大家可以看到有的人他可能因为意外啊失去双手，完全可以通过双脚实现所有手的功能，可以正常吃饭啊、写字，这些都是能做的。就是本身我们脚的结构是允许做这些功能的，但是只是因为后天原因，因为我们现代社会的这种生活模式，尤其你要用鞋把它束缚住，所以它的功能是在不断退化的。再加上现在人走的又少，行走非常少之后，导致你的足踝的行走功能、平衡能力都是在下降。所以我刚才说100%的人足踝有问题，只是说看他重视不重视，他的生活水平有没有到他需要追求改善这种生活质量的需求的情况。这块我们就不讲太多了。它的功能呢，就是包括我们最常见的站立、支撑、行走、运动。它的几大功能就是维持人体的一个平衡，能够维持稳定，你在运动当中不会说因为我稍微偏一下或者跳一下我就要跌倒了，它都是可以在动态中稳定的。然后这个路面不平整，它可能有坡也好，有坑也好，有个石子也好，你的脚都会相应的轻微的变形，可以让你处于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的。这就提供了你一个身体协调的一个机会，让你能够做出各种复杂的动作，别管是跳舞、花样滑冰，甚至跑步、跳绳，各种日常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这些活动，都是通过脚来完成这个全身的协调的。但是它是因为有一个足踝，它是脚面有非常多的感受器，你能够感知到这个地面的情况，它才会自动做出调整。
如果你的脚的感觉缺失之后，比如说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或者一些糖尿病，他的感觉减退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人走路踉踉跄跄的，走不稳了，因为他这个感觉减退之后，他的反馈也会变差，他就很难达到一个很协调的平衡稳定能力了。这个我们不光是日常生活能观察到，大家可以看街上每个人走路姿势其实都不太好，走路很好看的人是非常少数的人，就是因为足踝的功能在变差。不光是人类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流行的这种机器人，不管是波士顿动力还是中国的一些机器人，走路你发现都很笨。所有的机器人，包括马斯克的机器人，包括其他公司的机器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你两足行走的时候，走的不是人类行走的模式。我观察大多数它是走的这种鸵鸟的行走模式。鸵鸟也是双足行走，但是鸵鸟你就会发现它加速起来非常快，但是它的灵活性就变差。然后我们人是既可以加速到很快，又可以非常灵活，又很有力量，又可以达到稳定性，就是因为我们关节足够复杂，你能够及时灵活的调整。然后机器人的话，就是现在我了解了一下，实际上是有机会可以做到人这样行走，但是成本会非常高，因为它需要辅助大量的这种感受器，就是你要反馈它的路面的情况，反馈它的不同的重心的变化，所以就成本太高，没法做，所以他就选择这种鸵鸟的行走模式，也可以很稳，但是就是灵活性会变得差很多，而且你会发现他没办法完成他的上半身的稳定和协调。所以就是他出现这种不稳定的路面的时候，他身体就会晃得很大，需要这种主动调整，其他代偿才可以。所以前面这些功能如果出了问题之后，就会影响你下肢的血液循环，因为你的结构就是出现这种被动的代偿，然后你的关节就会卡压绞索，这样它的神经和血液循环系统就会受限制。很多这种足疗保健按摩的人都说，足踝就是第二心脏，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很多人都是有这种手脚冰凉的问题，中医也有相应的认知和这种解释。但是我们在临床中能发现，如果我们按照结构这种角度去考虑，把它足踝的一些结构问题解决，它的血液循环改善之后，是对它的全身的血液循环系统都是有改善的。很多人他治完脚踝以后，他睡眠就变好了，然后他的心肺功能也得到提高，平衡能力也得到提高，这个都是一个全身的改善，就不光是足踝局部的问题了。最后我们讲一下，就是我们下午会讲的这种核心的理念，主要就是传统的中医观念和手法，加上关本俊老师提的这个结构动态诊疗法。结构动态这种说法呢，在很多物理治疗还有 Orthopac 整骨疗法里面，不同流派都有提到，而且也非常重视，但是重视的侧重点不太一样。比如说这种格林曼疗法里面，他就说认为这种传统的治疗腰痛、腰椎、下腰痛的下腰背、下背痛的这种问题的观念呢，他就认为叫做康当的半打，就是说你只解决了一半的问题，还有一半问题没解决。为什么呢？因为很多都是把它作为一个静态的，不是一个整体结构，不是一个动态的观点去思考。大家可以看很多这种医疗检查，他可能给你照个片子，做个 CT， 做个核磁，然后你去发现，哎，这个片子 CT 核磁你没毛病啊，你不是腰间盘突出啊，你这个结构很好啊，你不应该疼啊。那病人说，那我还疼怎么办呢？因为你疼的时候不是24小时疼，不是每一个角度都疼，很多人他是在特定的角度、特定的动作疼。就你只有在那个角度、在那个动作的时候，它才会刺激神经，才会让你的痛觉感受器发生反应，在大脑产生一个疼痛的信号，实际上是一个火警的一个警报来的。警报本身不是问题，
着的那个火才是问题。然后格林曼他的理论呢，就是说加入了一个伸展位的，就是你除了平躺趴的时候你要治疗，你还要处理一个伸展位，就是我们叫狮身人面像，用双肘把上半身撑起来，让脊柱处于一个伸展位的状态。在这个时候你去做检查做评估如果出现问题再做治疗，解决这种动态，一个伸展位一个中立位，解决这两个问题才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因为我们日常生活时候呢，大多数人是处于屈曲位的状态，就是我们久坐也好我们去开车去日常活动都是处于屈曲位，往前动的比较多，往后动其实比较少，就是伸展状态是比较少的。所以你在伸展位把它处理完之后，你屈曲位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这样才能把这个腰痛下背痛的问题得到彻底的治疗。但是从关老师这儿呢，就是更一步发展，就是我们不光要考虑伸展位的问题，我们屈曲位其他的角度其他的问题都要考虑，而且是从结构，它腰的结构就是你的腰椎你的骨盆骶髂每一个关节你都要考虑它的结构和动态的问题。放到我们足踝这里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能考虑说他躺在这儿的时候的状态，你要考虑他站着的时候的状态，他跑步的时候落地的时候蹬地的时候，还有他跳舞的时候是什么动作，是跳芭蕾还是跳这种踢踏舞他需要用到哪个功能，用到哪个结构，我们从这样去考虑，才能够把这个问题分析得更好，分析得更全面，同时能够把问题解决得更彻底。治病呢就是4个步骤嘛，或者说所有的问题都是4个步骤，就是你先要发现问题，然后你要去分析问题，最后是解决问题，然后才能不断的积累经验，成为一个系统的模块化，让你的经验积累之后能够应对各种各样你没见过没想过的情况。很多人是连发现问题都发现不了的，好多去做足疗保健，他可能就我这儿疼你就按这儿，按10分钟不够按20分钟，20分钟不够按1小时，这个力不够我再加力，加力不够我再用工具，工具不够我再各种刺激了。因为他没有想一下这个问题背后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去看到病人去遇到问题一定是发现问题，然后去分析问题，分析问题就是我们要从动态从结构的角度考虑。然后主要的区别呢，大家一定要重视，就是我们是从中医理念来的，所以一定是要顺应这种生理结构去思考，然后解决病理的问题。很多时候解决不了问题，往往就是你过于看重这个病理的问题，你是从病理的角度来出发的，而不是从生理的角度来出发。我们是要从生理问题解决它的结构，让它能够做它想要做的事情，而不是盯着这个病理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这个母外翻的问题，你不能光看这个骨头鼓出来，你要考虑它为什么会鼓出来，它实际上是它的这种横足弓塌陷了，没有力量了。为什么会没力量呢？因为它的重心不一样了。好多人就说我天生就母外翻，没有人天生是母外翻的。你到新生儿科，你看看刚出生的小朋友，脚都是非常完美的，都很好看的，都是后天穿鞋不合适，穿太软的鞋，或者说不合脚的鞋，或者一些商业化他把这个脚型做得很奇怪的鞋，然后再加上你的运动模式不合适，运动模式太单一了走的太少，跑的太少，跳的太少，因为它不需要这个功能，它才会退化，才会变形。但是有的人可能是，比如说他的结缔组织，韧带相对松一些或者紧一些，它会更容易造成这种变形。但是你更容易变形，也提示着就是更容易变回来。这个我们就不深入讲了，就是这2点观点，下午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边操作一边把这个观念再详细分解一下。最后呢，就是说大家如果是无痛无碍没有侵入的这种手法治疗，第一个患者很舒服不会痛苦，他能够接受这个治疗。
第二个呢，你自己不需要太用力，你自己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你也不会太辛苦。好多人认为这个工作是不是一个体力工作，是不是卖苦力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掌握正确的方法和理念之后就知道，你干一天，你做10个小时，做8个小时，病人不断的，不会累的，比那种久坐在电脑前面的要轻松得多。我们讲一些具体案例吧，好多人就是认为说，哎，我是不是天生的这种 S 型腿、O 型腿？实际上，人的腿型呢是随着生理发育、随着运动，它是在不断变化的。好多人在那个微信群里面就说，哎，我宝宝这个3岁4岁了，哎，是不是 S 型腿啊？我怎么办呀？我是不是要配个鞋垫去啊？那也有这个不良的这种从业者，就真的给他配个鞋垫。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博士那个博士，就专门发明一个鞋垫啊，我就专门纠正 S 型腿的，你就给3岁4岁的宝宝，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叫风麻燕雀了，就是他自己心里肯定是明白的，然后就是专门用这种知识这种知识不足吧，你不知道这个知识，你不知道这个常识，那他就赚你这个钱了，是吧？你不知道3、4岁的宝宝都是 S 型腿，对吧？你不知道这个1岁半之前都是 O 型腿，那你就等着上当了，对吧？而且还很自豪，我给我的宝宝买了很贵的鞋，很贵的鞋垫，然后最后你会发现戴上这以后，哎，腿确实直了，然后呢，然后他就开始膝盖疼了，然后就开始脚疼了，因为他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他要随着他的运动，随着他的发育，他要不断的调整，最后到大概8、9岁、9岁、10岁才会定型。你一定要看着让你看着舒服，而不是这个宝宝这个孩子舒服，那就他最后可能一辈子都要吃苦。然后是假胯宽，也是网上很常见的一个问题，有好多人这个贩卖焦虑啊，在网上，它实际上很多是跟你的骨盆的状态有关系，然后也是跟你的这种脚踝功能有关系的。这块我们不细展开讲了，时间关系，待会儿还得去吃饭，要不然影响下午的这个直播。你像老王的节目前一阵儿做了一些这种性知识的科普，但是有些科普不是太专业的，就是你像好多人他的观念呢，就认为是男女要匹配，就是你的尺寸这个阴道的这个深度要匹配，才能性生活和谐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男性这个阴茎呢，它是大多数都是正常的，然后太长的、太短的都是相对小，太粗的、太细的也比较少，大多数还是处于一个平均值，都是够用的。为什么够用呢？因为女性的阴道收缩性、弹性是非常大的，你大的进去，小孩的脑袋能进去能出来。我没听说过有任何人能比这个婴儿的头这么粗，头围这么粗的，这个是不是人类了？你顶多就是你在一些这种小说里面说这什么粗如儿臂，就是你像一个小婴儿的这个手臂这么粗，那就已经是不是常人的了，对吧？就是历史传说当中的人物，比如说俄罗斯的这个巨大的标本但是也没有到婴儿头这么粗，所以就不需要那么粗的。然后那么粗呢，很多女性也都是能够接受的。然后它是能够收缩的，收缩是因为它的盆底肌的原因。然后很多人是推荐这个凯格尔运动，来说你这个早泄你就练这个凯格尔，阳痿你也练凯格尔。实际上凯格尔运动是很好的运动，但是你一定要科学的去练，而且你要先清楚自己是什么问题。盆底肌呢，如果是松弛、无力，
因为你的骨盆的结构导致的，你的盆腔它张开打开的情况导致这个盆底肌无力，它是往下坠的。这个在女性来说就是常见的，很多产后的女性还有老年女性会出现这种漏尿，一咳嗽一打喷嚏就漏尿了，控制不住。男性来说呢就是早泄，就是你控制不住射精嘛，就稍微一刺激就射精了，就早泄快枪手。这个时候呢，你是可以练一练凯格尔运动的，它可以加强让它收紧，但是只练凯格尔呢，就是不彻底，就是你不练了就不行。要彻底解决呢，就是你要把它骨盆调好，调到让它本身的这个盆底肌1、2、3、4，就是各个从深层到浅层都是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可紧可松，它才能够正常控制这种性功能还有生理功能，你的排便、你的小便都能控制。还有很大类的男性，女性是松弛的比较常见，但是是可以收紧的，不是说你生完小孩，你年纪大了更年期了，它就都松弛了。你通过锻炼，通过治疗是可以让它收紧，可以这个让这种性刺激的感觉正常，可以性高潮，不是说一定要多粗的阴茎、多大的阴茎、多强的刺激。然后男性呢，更多的是过紧张了，就是你盆底肌过紧，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很多男性他会出现所谓的前列腺炎、慢性前列腺炎，以前就认为是感染，你开大量的抗生素，结果发现开完抗生素以后效果不好，还是发炎，还是前列腺发炎。现在更多的就是认为这个前列腺炎是跟他盆底肌过紧有关系，太紧之后他血液循环受影响，所以前列腺就会发炎，然后他的尿频尿急就会出现，然后就会出现他阴茎不能充血，性交时不能充血，就变成这种勃起障碍。如果是过松呢，就是它充血不够，就是可能硬度就会差一些。所以这个是说从我们说两性健康这块跟我们骨盆这块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凯格尔运动就适合这种松弛的。如果你是偏紧的这种，你去练越练越紧，你的症状会加重，反而更麻烦。然后你说我是因为前列腺炎我去做个手术，结果你就会发现你做完以后，你马上盆底肌就变松弛的状态，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了。所以锻炼也是适可而止，然后你一定要针对自己的情况。这个有机会我们可以专门做一期视频讲一讲，就是你针对不同的骨盆情况应该怎么去锻炼，怎么让这个两性关系能够和谐，然后男女双方都可以达到性高潮，而不是说像这种不正确的知识，你只会造成一些不好的这种效果。很多人的这种知识都是出问题的。今年春天的时候吧，有一对新婚夫妻，过来，他找我就是治疗一个，他说他问了很多人，结果发现治不了，就是他是性交的时候阴茎痛，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盆底肌过紧的状况，就是跟他的骨盆状况，跟他从事 IT 行业久坐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同时也跟心理情况也有关系，因为他年纪比较大，第一次结婚，然后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性经验，又去看一些这种网上的视频，可能错误的观念知识就造成了一些问题。本来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因为这种社会原因吧，很多这种知识是得不到传播，所以很多人他靠猜、靠想象，就形成很多问题了。假胯宽也不是那么复杂，就是你正常的去把它的下肢的立线、骨盆、足踝都调好，就可以得到治疗，而不是说什么跟这个人种啊、跟这个遗传那么大关系，好多是跟生活方式有关系。我们先讲足踝为主，今天这块就展开讲几分钟，不多讲了。哎呀，这个跳太多了。然后讲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迷思，就三种脚型，它这个图也是有问题啊，它叫扁平足、正常足、高弓足。实际上从我们的观点来说呢，都是正常的，就是三类。
有的人是扁平足，有的人是相对普通的一种足弓，有的人就是高足弓。3种情况呢，擅长的情况不一样，出现的问题也不一样。一般来说，扁平足它的足踝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脚趾、脚掌这个地方是非常柔软的，它弹性是好，就是很松弛的状态，或者叫过度松弛的状态，所以它就会出现这种扁平的状态，就是你蹬地的时候，它会贴地面贴得更多。那坏处是什么呢？坏处就是你就容易疲劳嘛，走多了容易累。那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你接触地面多，你蹬地的力量就强，你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我们看什么人扁平足多呢？短跑运动员，基本上100%扁平足。以前的渔民，现在都是大船了。那以前的渔民，中国的就是沿海地区，国外的话也是，就是沿海的渔民，扁平足的比例就非常高，因为以前的船没那么稳嘛，他在船上晃多了以后，他就需要这种足部结构，我们说它会主动变形，然后慢慢遗传，它就会这种抓地能力会更强，它就在船上你怎么晃，风浪来了它都可以站稳。这是扁平足的好处，不是说扁平足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它有不足，也有它的优势。博尔特就是扁平足啊，谁跑得比他快？没有吗？然后我们说高弓足，高弓足呢，就是实际上是它的足弓太硬，弹性非常差，所以它不能下来，不能正常的落下来，它一直处于这种架的状态。架的状态呢，它处于一个高弓的状态，它的这种拱球的拱力会更高。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跳高运动员、跳远运动员，他是高弓足；篮球运动员很多是高弓足；长跑运动员很多是高弓足。缺陷就是你太硬之后，你的缓冲能力就差。好多高弓足的人，你会发现他的整个脊柱非常僵硬，活动很差，因为他地面通过脚的这种冲击力，他足弓不能释放掉，它就会传导到上面，影响你的骨盆，影响你的脊柱。所以不是越高越好啊，就是高弓足的问题其实也很多。尤其现在穿软鞋的人多了以后，穿这种所谓的有足弓支撑的鞋垫的人多了以后，高弓足现在比扁平足不一点不少，而且问题更复杂，更难处理。正常足呢，就是其实是在两者之间，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所谓的正常呢，就是我们解剖的概念嘛。我们去上学的时候，有一本专业叫做《正常人体解剖学》，然后有一本书叫《正常人体解剖学图谱》。为什么加上"正常"2个字呢？就是这是一个理想化的，那是照着人画的，但是没有人是照着那个长的。就是所谓的正常是理想中的一种状态，没有人是标准化生产出来那么正常，大家都是在两者之间，就是只是说更偏扁平足一点，还是更偏高弓足一点？你是脚更软一点，更有弹性一点，还是你的结构更稳定一点？就是这个区别。所以大家不要太在意，说我扁平足怎么不好啊？我们就是说日常生活也好，不光是面对我们的脚踝，面对人际关系，面对你的夫妻同伴，面对家庭成员，其实都是这样的。你不能光盯着毛病去挑，你去挑毛病，永远能挑出毛病的，而且你会越挑越烦。你要多发现优点。我扁平足怎么了？我扁平足我应该多练练短跑吧，我就别练长跑了。跑马拉松是自找苦吃啊，弄不好你要这种疲劳骨折的。那我是高弓足，我应该多练练跳啊，我去练练扣篮，我去练练跳绳，对吧？就是你要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不是说我去找我的缺点。我明明是扁平足，我一定想办法，我找一个足弓支撑，我把这个撑高了，撑起来。第一个你撑不起来，你离着那个鞋垫，你就还是扁平足。第二个呢，撑起来也没什么用。你撑起来，你还是扁平足的这个功能，你的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它和你踩在一个石子上没什么区别，你跑跳运动能力并没有得到提高。
但是高弓足呢，如果你有一个合适的鞋垫，足弓能够撑起来的话，是能缓解你的腰疼的，就是它解决了一种缓冲的问题了。但是扁平足不太适合这种足弓支撑的鞋垫，就和好多人的观念是相反的。好多人觉得我有足弓啊，我不需要支撑啊，然后反而他不去重视这个鞋垫，然后好多是扁平足，我是不是要个一个足弓支撑的？就观念是反过来，跟这个商业洗脑有关系的。这是一个跟腱的问题，就是不能成为的样子。跟骨的这个移位，这个我们也是下午的时候可能有时间会讲一下。这个是腹舟骨，腹舟骨炎它就会在内侧这里有一个大的变形，软骨增生。这个人群里面最多见的就是游泳的人群。我之前做了一个视频啊，就说不太推荐大家游泳，好多人就后台就问说为什么我们觉得游泳很受益啊？为什么？因为我不会游泳，我从小到大学了这么多次就没学会过，所以我当然不能说游泳好了。而且说游泳好的那么多，那我不会游泳，我就说一说他游泳不好的地方，大家两边都参考一下，不要做二极管。然后其中很重要一个就是你如果游泳游多了，你的脚就会进化出这个腹舟骨炎，因为你的脚支撑的能力会变差，它的这块的足弓会塌陷，会把这个腹舟骨往一边挤。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就是滑冰，滑冰也是同样的，滑冰和游泳它是同样力学模型，但是不同的完全相反的用力模式。所以有经验的教练，还有像如果病人来问我的话，我都是建议小朋友，尤其是没发育完全的小朋友，就是游泳和滑冰不要同时练。你同时练的话，两个都练不好，因为他们发力方式是完全反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啊，试一试，就是你就多花点冤枉钱吧，你就找到自己擅长的、适合的，你去重点发展一个就行。你两个都练，就是两个都练不好。有良心点的教练，就是到一定年龄就跟你说，你就不要再练内项了。他有的不懂，你就随便练吧，然后就把你淘汰掉了。最后呢，就是讲一讲这个日常功能锻炼，还有一些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呢，就是站桩，这个桩字儿打字的时候打错了，不应该是这个木桩的桩，应该是石家庄的庄。我这个上传它这平台好像也不能改，就先这样吧。或者大家知道这个字儿是错别字啊，站桩是一定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就是你看着好像没动，但实际上你内部是要不断的调整力线，不断的去做反应，然后增加你的协调能力的，然后让你的感觉、你的关节位置觉恢复正常，这样才有站桩的效果，而不是在那傻站啊。傻站呢，有的人适合傻站，就是脑子不太好使的，你就可以傻站，但是不一定能练成功啊。就是你傻站了，吃了苦了，但是可能效果没那么好。我很佩服能够一站时间很长的人啊，那确实很有毅力，但是可能和你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不一定一样的。然后就平地走钢丝，这个呢是一个步态训练，现在就是叫做步态训练，传统功法里面就是下盘的训练，它属于是轻功的一个基本功，像峨眉的缩地功啊、昆仑地形步都是这一类。我同学刘路遥，他在他的这个公众号“慢学中医”里面就是推广的，他的叫步引，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行走站立的训练。我们之前跟这个范大夫和朱大夫拍了一个小视频介绍，之后我会放出来。很简单，大家就是找一根绳子，你去用跳绳也好，用麻绳也好，随便一根绳子，你不要用眼睛去看，眼睛就看平视或者看高的地方，用你的脚去感受这根绳子，然后顺着这根绳子往前迈步，你去想象，就是我们说的观想，观想你踩在一个万丈悬崖上面的钢丝。这个时候呢，你如果站不稳、踩不稳这根绳子的话，你就会摔倒。你要去想象啊，当然你睁开眼睛，你站在平地不会摔倒。
啊，你去看着这个绳子就在这里放着，你旁边都是地面，你不会摔倒，就是让你的观想、你的大脑潜意识和你的身体的感觉产生一个反差。这个时候是可以起到一个训练你的平衡能力和你的感知能力。大家都知道，走这种钢丝的这种杂技演员，他的平衡能力是非常强的。这个有的是天生的，但更多的是后天训练得来的。我们普通人不需要那么强，但是你如果能够走得很稳，也是得到很大的益处。就是足踝的很多问题，还有平衡的问题，你不经过治疗，单做这一项训练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可以得到改善。走多了之后呢，你可以尝试，我把2个手侧平举，做出各种动作，然后改变上肢的一个配重，上肢的一个重力的状况、重心的状况，然后再去走，感觉又会不一样。就是可以让你的脚得到不同的训练，然后你再慢慢的控制下，让这个中指和食指这一条线踩在这个绳子上，就可以把你这个脚的横足弓和两侧的这种纵足弓得到一个基本的训练。如果你是颈椎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在头上放一个玩偶，或者放个碗，放个本书，然后把它顶起来，虚领顶进，然后再去走这个钢丝。再走熟一点呢，你就不需要这根跳绳了，你就在平地走，你去通过想象，通过观想，我脚底下有根钢丝，我去一步一步的慢慢移动，慢慢走，感受脚的受力，接触到地面的每一刻的感觉，然后同样也可以得到锻炼。然后再下一步呢，就是你不用专门去找时间练，你走每一步的时候，都想象你脚底下有一根钢丝，通过你的食指和中指这条线到脚跟，然后你通过它的落地，然后站稳蹬地，让你的脚的每一个部位都动起来。所以你就不光是可以走直线，你也可以走曲线、绕八字、走各种弧线，可以倒退，让你的脚得到一个充分的锻炼。当然也可以是睡觉之前你就躺在床上或者坐在床边转转脚腕，各个角度大方向匀速去转，就好像我们之前拍的视频转胯平躺着转胯的这个动作是一样的。那个动作你也可以结合转脚踝同步去练，也可以专门去转脚踝，都是可以引气下行、引血下行，让你的脚踝的功能得到一个释放。还有一个基础的锻炼呢，就是大家可以站着也行，坐着也行，然后让你的4个脚趾和大拇指分开，就是大拇指翘起来的时候，4个指是放平的，然后大拇指下去的时候，4个脚趾是伸起来的，就是让它交替动，这是可以。好像有点难。对，好多人因为现在这种受鞋的限制，这种功能是蜕变的比较严重的。你针对性的练一练，得到平衡能力会得到很大的提高。然后就是跳绳，跳绳是很好的运动，对你的足弓的功能，对它的缓冲能力、弹跳能力都是有很好的锻炼效果的。再就是我经常推荐的这个足底筋膜滚轴，还有平衡盘、平衡板，它都是对这种训练都是很好的。有了工具呢，就容易很多。最后就是推荐一下赤足鞋，赤足鞋的这个理念最近几年比较火，然后它其实是很好的。我一般工作的时候，我也是穿赤足鞋，这样可以让你的脚部的反馈会更好，恢复它正常的功能嘛，因为它前面是有加宽的，所以你的脚趾可以自由的活动，避免一些不好的鞋型对你的脚型的影响。当然同类的鞋也有很多，比如说这种做训鞋、举重鞋、拳击鞋都是不错的，但是大家要针对性的去做一下这种实验，就是看看这个鞋到底适不适合你的脚型，适不适合你的足弓的状态。下午我们有时间的时候会演示一下怎么去测试。这是今天上午的内容吧，我们就先讲这么多。很抱歉这个因为调试麦克风耽误了20多分钟，所以今天大概讲了1个多小时，时间有点紧，我们中午吃完饭以后再回来，下午争取1点正式开始播，预告一下。
会有这种实际操作，我会带着朱大夫和范大夫，每个脚，从一开始到最后结束，每个部位怎么操作都演示，大家可以在视频中看到，同时我也会解说。期间会有一些锻炼的演示，也可能没有看时间。大概4点钟的时候会有一个真实的患者，范大夫的一个病人，他有一些膝盖和脚的问题，我们就现场去给他治疗，演示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那今天上午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大家，以后我们争取就避免出现这种错误。我一会儿的话，或者是晚上有时间，我把这个直播的情况调整一下，把之前那个作废的那个直播就直接删掉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大家多谅解。那我们下午的直播再见，期待下午。结束直播，结束直播。